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指引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通过我们当下的能量呢，我们可以用塔罗牌占卜为我们指引未来即将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来3个月，宇宙会给我们安排怎样的爱情惊喜呢？我们的桃花运势如何？会遇见谁？又需要注意哪一些地方？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其中1组牌卡进行聆听，所以当下要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选择。亲爱的，请跟着我做。如果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把我们的肩膀下沉，腰背挺直，排出所有的杂念，什么都不想，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未来3个月你给我准备怎样的惊喜呢？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公屏打出来：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感恩宇宙，我是幸福的，我是丰盛的。多多的留言必定会帮你提升运势，增持我们的能量的哟。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另外，本视频已经开通了会员功能，我们有2个会员可以选择，一个是愿景探索者，一个是命运掌控者。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多多的加入会员，那么在未来我们可以做一些直播，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面对面的去解答大家关于灵性占卜学方面的一些疑惑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也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那现在你加入会员了吗？你订阅频道了吗？你选好牌组了吗？我开始来为你做今天的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当下我们先来对应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如果对应到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好吗？首先，如果用一只狗狗来形容你的话呢，近期的你就像是一只牧羊犬一样，忠诚、敏感，愿意守护。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是属于一个担当者、照顾者的角色，对周围人的需要呢，还是挺敏感的。而且你也是第一个注意到氛围变化的人。如果周围有人心情不好，你是会有察觉的；如果有人需要帮助，你是愿意去伸手给予一定的支持的。这个呢，也反映出来你的状态是最近的责任感是蛮强的。可能并不是在一个很放松、很松弛的状态。生活里面呢，有时候会缺乏一些机会啊，或者是缺乏一些兴趣。目前呢，你的情绪应该是比较平静的，没有特别让自己兴奋或者是激动的一些事情，但也不会特别的消极或者是悲观，在一个比较平衡的能量之下。有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对于一些人事物提不起兴趣，像是如果有人找你聊天，你是会回复的，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热情，或者是出现一些邀约呢，你心里面都会想着，哎，再看一看，没有那种特别动心的感觉。身边呢，其实也是有人喜欢你的，其实有人呢想跟你有互动的，但是好像并没有遇到你觉得特别喜欢的、特别动心的人存在，或者是特别动心的事情存在。其实最近呢，你对爱情的期待多多少少也是在做一些调整。你知道自己需要的更多的这种是心动、一见钟情，或者是
特别有感觉的那种东西才能吸引到你。你不想要太频繁啊，或者是千篇一律的这种日常状态了。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并不是说你的生活不快乐，只是说呢，你可能希望不仅仅是一起玩乐的朋友，大家是可以有一起回家，一起去买菜，一起吃饭，一起庆祝生活的一些小事情。你喜欢那种有仪式感的亲密关系，比如说节日大家一起过啦，情人节一起浪漫呐，纪念日有小惊喜呀，甚至有时候呢，可能一起去分享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事情，你都觉得蛮好的。所以享有一定的情感归属感，或者是稳定的陪伴了。在感情里面呢，不想去玩爱情游戏，也不想有任何的一些暧昧，就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建立长久的激情关系。对这种情感呢，还是很有要求的。那么近期也许对于一些人事物的态度有一点模糊，可能跟周围的一些事情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有过一些幻想。现在呢，你希望更加的理智，你逐渐也分辨得出什么是真心，什么是暧昧，什么是幻想了。所以你的状态呢，是逐渐走向更加的清楚。你的爱情观，你对某个人的感受，可能你对自我未来的一些建设，或者是自己适合怎样的人，可能会从一个茫然啊、混乱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的透明了。实际上呢，近期也是在慢慢的，好像更多自我的一些连接，慢慢的呢，整理出来自己真正想要的情感方向是怎样。感情上面虽然暂时有一些冷淡或者是无感，其实内心深处还是很渴望一份可以稳定、真实的、脚踏实地、接地气的感觉的。所以近期自己的心态也在有一个逐渐的转变，把过去的一些幻觉或者是模糊看清楚，当然也不让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极或者是怀疑的态度里面。你也知道未来呢肯定是会更好的，只要自己保持着一个清醒的选择跟决定呢，肯定是可以收获到幸福的，内心还是有积极的一些希望方向。那这种状态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接下来，那身边到底有人在关注着你吗？其实当下你的身边就有人在关注着你，就有人喜欢你。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采取行动的人，他可能也尝试找机会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也许他会去找话题，也许他用一些眼神交流，或者是用一种创造好像很巧遇、很巧合的方式出现在你的身边。这个人呢，他就在你的周围，他也真正的在尝试做一些动作来制造你们之间一些新的连接。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的自信，或者是完全的坦白，把他对你的这种喜欢直接的表现出来。他对你的更多是一种暗自的喜欢，还在慢慢的探索，还在慢慢吸引你的注意力。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想靠近的，但是又不敢太过于直白，或者是全盘的打开自己。他对你呢，还是隐藏着一种比较私密，或者是比较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呢，想要去告白，想要去展现自己，但是一方面呢，又在压抑着对你的喜欢，所以是暗自喜欢，可能怕自己
表现得太过于明显了，或者是担心被你拒绝，他不敢太唐突，或者是太贸然的向前。在互动上面呢，也许有时候他会显得有些忽冷忽热的，有时候也许他对你是比较积极的，但有时候呢，也许让你觉得这个人又有一定的边界感，可能又有一点沉默。他会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还能给到他情绪价值。他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在感情里面很浪漫、很体贴、很有温度的一个人。他感受到一种被爱、被照顾的能量，因为你应该是一个蛮大气、包容性蛮强的人。你不是那种特别挑剔啊，或者是特别叛逆的人，他能感受到你身上那种很好的一种磁场，所以不仅仅是你外在的这种气质特别的优雅、特别的舒服、特别的亲切，也在于你这个人呢，也给到别人一种很安定的力量，所以他喜欢你身上的这种情感特质。他喜欢你身上这种柔软、独特的一些气场，即使你是男生的话呢，你也不是特别刚硬的那种直男，你也是一个感觉很温柔的人，所以他喜欢你身上散发的这种气质、这种能量。他在关注你，他在尝试去靠近你，可能他当下的方式呢，还没有那么的一些直接，可能还把这种对你的喜欢欣赏先埋在心里面。那么未来3个月他会表现出来吗？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他跟你之间的缘分，以及他是怎样的一个特质呢？其实这个人他长得也不错哟，他长得应该是比较好看的。首先我们出现了这种家庭这张牌卡，你跟他之间不是很陌生的能量，他可能来自于你比较熟悉的生活圈里面，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学，甚至可能跟你的家庭有共同熟人的这种关系，所以他会给你一种熟悉感，你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已经有接触过一段时间了。也有可能呢，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特别重视家庭、重视责任，而且思想比较传统的人。他在谈恋爱呢，他会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的，因为他有一种想要建立稳定关系的倾向，不想有任何的这种爱情、激情短暂的游戏，所以是一个在感情里面比较脚踏实地、比较专一的人，而且想法呢是比较纯洁的。你跟这个人的连接并不是偶然，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业力关系，你们之间呢其实是有一定互相成就的感情成长课题的，所以彼此是灵魂家人，你们也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他可以去激发你身上的优点，你也可能会激发他身上的一些缺点。两个人呢，多多少少是有比较强的缘分，是会要去做一些课题，带着这种因果必然的缘分在的，就是命中注定的。在对的时间，彼此就会相遇；在对的时间就会连接；在对的时间就会做一些在现实生活之中需要去经历的一些情感模式，而推动大家去面对内心深处的这些情感的课题，让自己更加清楚在感情里面想要什么，或者是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会因为对方呢而在自己的七情六欲呀，在情绪上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也会让自己有更多清晰的想法的。总的来讲，你们的缘分还是比较深的，会有一种很命运感的能量，也会因为彼此的出现，让自己可能在感情观啊，或者是在人生道路选择上面有一定的转折点。
所以他不是过客，他是会给你带来影响的人，而你呢，对他多多少少也会有很多积极的影响，会可能让他更多的成熟啊，可能让他感情观有更大的一个格局啊。你们两个人的相遇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在他心里面，你已经被标记成了命运所带来的人，给他一定的作用力，让他展现更积极的，或者是突破自我。其实这一个人他的条件是蛮不错的，他是还有吸引别人的一个气场，也许他长得好看，也许他很会打扮，也许他蛮有气质的，所以在人群之中呢，是很容易被注意到的。他是有独特的存在感的，这是一个属于不会随波逐流，但是比较吸引眼球的人。很可能你对他也是有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但实际上这个人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呢，看着是蛮冷静、蛮理性的，甚至有不好亲近的这种状态，是有一定的边界感，或者是看着非常的原则、不苟言笑，可能自己也不会把很热烈的情绪去外放出来，也许是比较内向的，但实际上呢，他只是也许是自己的保护色，也许他只是比较老派，或者是他比较容易压抑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他在见你的时候，或者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他会装着非常的成熟。其实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类型，外表呢可能看着好像有些高冷，但实际上他的内心的感情呢是比他表现出来更加丰富的。所以在关注你的这个人，他的条件不错，他跟你有很强的缘分，他当下呢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是有多么的喜欢你，想跟你建立这种恋人的关系，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他会觉得你给他带来的感觉是快乐，是五彩缤纷的，是非常这种纯粹、有趣，没有太多杂质，没有太多复杂的这种情绪的。跟你在一起互动的时候呢，他感觉自己的心情好像都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松弛。你们之间呢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很冲突啊，或者是矛盾啊，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可能你会给到他很好的一些情绪价值，对他来说，你就像阳光一样，会让他感觉很灿烂，就是很开心。可能他平时就比较是一个比较严肃啊、比较理性的人，但是呢，在跟你接触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就很放松、很自在，没有那么的把自己绷的，就是很严肃的样子。另外呢，他会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很有能量的样子，你会让周围的气氛都变得很美好。可能在跟你连接的时候，他会笑得更多，他会说得更多，他甚至愿意去做一些他以前不敢尝试的一些事情。他也觉得你是那种可以就是带动能量的人，对他来说，你是一个能量的提升者。而且你也非常的独特，你不是那种讨好型的人格，你也不是那种迎合型的人格，你是有自己的这种思想，自己的这种气场的，也可能在你的谈吐啊、兴趣啊、风格上跟他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让他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能互补的，或者是让他觉得特别的有新鲜感，而且他觉得你非常的真实，你不是就是复刻别人的样子去过生活，你是照着自己的内心去生活的，你有自我的一些选择，你敢于特立独行，
你有自己很坚持、很勇敢的一些地方。那这些特质对他来说也是特别有魅力的，所以他还是很欣赏你，而且他觉得你有一种很解放的能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需要过多的包装自己呀，他也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呀，或者是要注意自己说什么、自己做什么。根本可能你不是一个太多介意别人的人，你也支持很多的一些不同性。你会给他一种被允许的感觉，被支持的感觉，允许他好像做自己，允许他不完美。在你面前呢，他是不需要去有任何过多的一些复杂的想法的，所以他非常的自在。而且你这个人呢，也会，他喜欢听你说话，他喜欢看你做事情，他喜欢你的很多积极的一些态度，你会给到他这种彩虹啊，或者是阳光这种很健康、很灿烂的感受。所以在他的眼里面呢，你是一个可以给他带来快乐，然后让他提升状态，并且激发他更好一面存在的人。在这些点上面呢，他是特别喜欢你的，特别尊重你的。那他可能会一直要去权衡，要不要去表达，要不要去行动，什么时候去做出选择，什么时候可以去表白呢？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衡量。我们看到，也许在未来3个月，他会放下一些顾忌，不会去想的那么多，而是一点一点的真心流动，一点一点的想要跟你有新的情感的开始。他可能会去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房，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去告诉你，想跟你建立很真诚的情感关系，有更多的一些互动。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圣杯2这张牌卡，有可能这个人在慢慢的讨好你，慢慢的去跟你互动之后呢，你会欣赏到他的好，你会看到他的好，所以可能彼此会进入到互相的吸引，互相的靠近哦。可能不仅仅是他单方面的喜欢你了，对方会表白，在未来3个月。而这个表白呢，也可能不是单相思的，是你们双方都愿意去建立更加健康互动的关系。他应该很快呢就会下定决心，不再犹犹豫豫了。他是很认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而你也很可能会接受他的告白，这是非常好的消息。那另外，他表白的时候呢，应该是蛮主动的，蛮有行动力的。你可能在给到他一定的你也喜欢他，或者是你对他有好感，愿意去接触的这种心态的时候，他就会去做积极的努力。而且他不会再就是把喜欢藏在心里面，也不会是拐弯抹角的示好了，而是比较大大方方的、很坦率的去表达。他会选择在一个对的时机、对的场合，然后用比较坚定的语气说出来，他喜欢你，他想跟你在一起。因为他表白的那种决心能量也是蛮阳光、蛮积极的，而且他对你不会特别的冲动，不是那种生理性的喜欢，真正的是了解了你这个人，而且想要跟你建立家庭，觉得彼此合适的时候，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达。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也是经过观察，觉得比较适配的时候，他才会去行动。虽然刚开始呢，会跟你有一段时间这种互动哦，但是在这种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开口，他是会去努力的，会去讨好你，也会让你去慢慢的喜欢他、接受他，他是有比较强的耐心的。
他的态度呢也是会渐渐变得更多的明显，而且他的表白方式也不是那种很单纯的浪漫语言，带着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意味，会谈到未来，也会暗示我们在一起可以做什么，我们是可以很团结、很合作的走下去的，我们是可以合拍的。他也会表现出不仅仅是谈恋爱，而是愿意一起去给你打造生活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分享。可能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会去不断的滋润你们之间的关系，让你们两个人有更多紧密的一些合作，把这个我这个字变成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共同的去感受，这是非常棒的讯息哦，所以是很好的桃花。那最后呢，宇宙也会给到你一定的指引。在感情里面呢，你可以不用计较那么多，希望你可以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大胆一些，更加的潇洒一些。所有的情感里面呢，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有一些抓马啊，或者是不可预期的一些麻烦的事件发生。最主要的是，出现了问题就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千万不要庸人自扰，千万不要害怕，不要退缩。看到其实对方呢，在这份感情里面也会给到你一定的勇敢、激励的这种力量，保持着好奇心，保持着冒险精神。其实这份感情呢，是可以获得一定好的成就成果的。宇宙呢，是希望你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愿意勇敢的去尝试，愿意有新的开始，不要因为担心结果而举步不前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伴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都是我们的人生的一段旅程。但是在这段旅程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尽情的享受。可能有时候呢，你会有所怀疑，这个人适合吗？或者这个人是否是真心的吗？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很长久呢？其实如果你一直担心的话呢，那这份担心的能量肯定是不会帮助彼此更加幸福的，反而是我们就每时每刻的享受当下就好了。只要在一起，此刻是开心的，那么未来肯定也不会差。只要我们不留遗憾就好了。所以保持着这种积极的心态的话呢，你会更加的自信，你会在感情里面享受更多的丰盛。你会站在一个你很美好、你值得被爱的状态，不去计较谁爱的多，谁爱的少。这样的话呢，鲜花自开，蝴蝶自来，爱情会自然的被吸引而来的。在感情里面，你不需要去讨好，你也不需要去压抑自己，你只要真实的做自己，你就是最有魅力、最有吸引力的存在的。所以，亲爱的，未来3个月呢，你会勇敢的接纳新的情感开始，不要太过理性，或者是太多怀疑了，放下心墙，去迎接这种爱情的冲击，去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机会，并且保持自信跟独立，就是你最大的魅力。人生不在结果，而在于过程，爱情也是一个样子哦。其实我们真正拥有的也只有今天这一天而已，我们只要把当下过好就行了。所以去感受每一时刻的心动吧，好好珍惜每一个陪伴你的人，不问过去，不担心将来，就在此刻让自己勇敢的去爱。你越勇敢，你越可以活出当下的快乐。你越是无所顾忌，越是自由的话呢，那么你就越会获得你期待的理想爱情的。所以亲爱的，就去大胆展现自我的魅力吧，该来的自然就会来。未来3个月桃花运势很好哦，可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抓住一下啦。好，那最后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啦。我们今天的占卜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来对应一下当下你的能量状态。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排除的对接，说明刚才的对接呢并没有很好的集中能量哦。好，那么首先，如果最近你的状态用一只狗狗来形容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是斗牛犬，外表是非常的结实坚硬，看起来好像是很有力量，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的。但其实内心呢是非常需要被理解、被疼爱的。可能在人前给人一种可靠、耐得住压力的强烈印象。可是你内心深处呢，是渴望有很真诚的、深情的情感交流的，并不只是表面的那么坚强，好像外表很霸气，不需要任何人依靠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呢，你是属于那种外刚内柔的能量。近期呢，状态还是蛮好的，非常的健康。另外，你的朋友也是蛮多的。最近呢，好像人际关系互动之间还是比较热闹的。生活里面呢，是不缺活动啊，也经常跟朋友去参加一些聚会啊，在自己的社交圈里面呢，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还是蛮开心的。在情感层面呢，跟周围的人也保持着一种很开心、很爽朗的互动，气氛呢也是非常轻松愉快的。但这种能量哦，还是有比较表层的那一方面，就是表面上面呢，就是大家开香槟啊，很热闹啊，但有时候回到家里面，还是会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感觉。有时候呢，觉得热闹也只是短暂的，虽然周围看着好像很活泼好玩，内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落差。也许最近应酬比较多，也许最近这种社交活动也是比较多。那最近的朋友邀约也是去参加了，还是愿意去增加更多认识人啊，增加人脉的一些机会啊。但是喧闹之后呢，也会发现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这种胜利的感觉。有人欣赏你，但是自己好像还没有完全被看到，或者是没有遇到那种真正懂自己的人，可以走到自己内心里面的。一起玩乐的朋友是不缺啦，在感情里面呢，可能也有暧昧，也有互动，但没有真正的这种确定，没有真正那种走心的感情，或者是没有遇到那种你很欣赏、很敬仰的人，没有遇到你非常想要去真实接触的人。那圣杯八呢？这张牌卡代表着转身，或者是寻找更深的意义。所以内心深处呢，即使眼前这种人际关系互动还是蛮热闹的，不过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填满你的心。你可能想去追随那种更真实、更深刻的情感，那当下呢也会做一定的断舍离，并不是所有一时热闹的情感都是可以去珍惜的，都是一定要去维持的。可能人际关系还是希望走得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纯粹，更加的有互相的情绪价值啊，或者是有更多实际的一些价值。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可以走到新的一个方向，自己的感情层面呢，也是更加美好、更加真实的，这是你最近的一种心态哦。那么，未来3个月到底会有桃花吗？是的，肯定的。未来3个月有新桃花出现，而且它来得非常的突然，像是一场热烈的冒险一样。权杖骑士呢，就代表着这个人他是很有激情、很有行动力的，他是会主动的去靠近你，他也会明显的去表白对你的喜欢，可能也会明显的去大胆的追求你。他的个性呢，应该是比较外向的。
直接的，不是一个喜欢拖拖拉拉或者是犹豫不决的人，他是很迅速的去展现自己，而且他也是蛮有存在感的一个人，但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感情技巧，也许他的年纪是比较轻的，也许他经历的感情是比较少的，也许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走到你的内心深处。他是还有激情的，但好像少了一些体贴，少了一些包容，少了一些成熟度。这个人呢是有一些冲动，多多少少在情绪上面也是比较有大的一个波动。有时候呢他是蛮深情的，但有时候呢又可能有一些小盲目，或者是有一些表达不清楚。可能在关心你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但有时候他也会陷入到这种自我怀疑的矛盾状态里面。他也许在感情里面并不是很稳定，可能不懂得如何去持久的滋润。他也许是对你有更多生理性的这种喜欢反应，所以这种激情有可能来得快，维持的并不是很容易。但是目前宇宙的讯息呢，你跟这个人可能还是有机会去建立更远的连接的。你跟他可能不只是短暂的激情，也有可能共同计划未来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权杖三呢，这张牌卡也带着远距离呀，或者是跨文化、跨界的一些联系呀，也可能你们的互动呢，不仅仅是局限在当下的一个小范围内。这也是蛮妙的一些讯息。那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人，宇宙又会给到你哪一些讯息呢？有可能你们年纪上面是有一些差距的，有可能你们的原生家庭是有一些差距的，有可能你们的想法是有些差距的。总之呢，是有一些距离。两个人可能会让这个距离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也有可能因为这个距离而让你们的心更齐心协力，愿意去克服这样的一个障碍。好，首先大概率这个人是跟你的工作或者是职场事业有关的。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可能是学习、学校、同学有关。好，自己转化一下哈。他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合作伙伴，也可能是在你的专业领域上面跟你有交集的人，也可能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工作狂，他的事业心非常的重，他的生活重心放在工作跟成就上面。也有可能你们之间不是同事，但是呢是通过事业呀，或者是公司啊，或者是人脉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圈而认识的，有可能是通过工作的机会，或者是这种培训学习的机会认识到彼此的。这个人他应该是有一定的情商，懂得表达的人。他可能会送你一些小东西，可能会很懂得送礼，很懂得在互动之中给到你一定的小惊喜。他展现好感的这种方式呢，应该是付出实际的一些行动，提供实际的一些帮助，或者是给到实际上面的一些东西。不一定他给你的东西礼物是很昂贵的，但是很有新意的，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在表达关注的人。他会在跟你的互动之中呢，用一些很巧妙的心思给到你一定的价值。这张牌呢，不代表说她一定是一个女性但是呢，她应该有一定比较成熟的一些特质，可能她会表现出来她的稳重感，或者是她有一定的历练感，她很成熟的一种状态。也许在穿衣打扮上面，
他会是刻意的去打扮得很成熟，也有可能在言谈举止上面呢，希望表达出一个很老成或者是很有专业度的一种态度。他喜欢接触那种很有思想、很有智慧、很有文化的人，他也很喜欢接触那种可以给到他一定的思想启发，可以给到他一定力量的人。在你眼里面呢，他可能有一种不轻浮、不肤浅的这种状态。其实你们两个人的之间的吸引应该是比较强烈的，应该最刚开始都是生理性的喜欢，不是那种很慢热的内心。两个人可能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感觉了，就有那种小鹿在内心乱撞的这种兴奋感啊，有那种强烈的火花。很有可能他会主动用他的行动来展现对你的渴望。这种能量呢，是有一种比较直接追求的意味的。所以这个人他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学业而跟你接触的人，他懂得通过一些小动作、小礼物来表达对你的好感。他的个性呢，应该是属于那种看着很成熟、很稳重的状态。你们之间应该会有比较强烈的好的互动感。这个人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观察力的人，你不是一个随波逐流，大家都说好你就跟着盲从的人，你有你比较强的自我价值感，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你也有时候想法是比较通透的，不是一个很盲目过日子的人。他觉得跟你在互动相处的时候呢，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种状态，而让他去反思自己。你可能会让他更加清醒，或者是更加理智。有时候你会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更多的去认识自己。他可能在你身上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有可能一方面呢，可以觉得你们两个人比较相似，你像是一个影子一样、镜子一样，可以让他看到他自己美好的地方跟不足的地方。也有可能你会给到他一定的情绪价值，也有可能他会觉得你们是有一定的互补的。总之呢，他觉得你是一个真诚而直接的人，你有比较高的一些能量，你也有一定的疗愈感，你给他带来的这种磁场氛围是很积极，是很纯净，是很透明，也是比较安定的。在感情上面，他被你这种干净的能量所吸引，而且就像水晶一样，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能够被净化，感觉是没有压力的，也不会让他特别的浮躁，你会给到他一定的松弛感。另外，他会觉得你有时候的一些状态就是冷眼旁观，就是你的心里面是很清楚、很明白是非的，但你不会把一些话说死，但你不会把自己的七情六欲完全的展现出来。你非常的聪明机灵，而且有弹性。有时候呢，你可能想法特别的就是灵性，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周围的一些人事物。你的观察力敏锐度是非常强的，很多时候呢，你都会在看别人的一些表演，看别人装啊，或者看别人作啊，或者是看别人在急功近利啊等等的，但是你就是特别的平淡，你就是一种冷眼旁观者的这种状态。这些地方呢，让他觉得你大智若愚，或者是让他特别的敬佩。他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力量、很有潜力的人，你应该未来可以成大器，而且你身上有比较强的理想跟远景。他觉得你是有更高、更远格局的人，你不是只看眼前，这让他感受到你跟别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会觉得跟你接触，或者是跟你在一起他的生活未来可以更多的广阔。你身上呢有更多积极的能量，也许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也许你是一个不会斤斤计较，不是一个特别小气的人。总之，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潜力股。另外呢，你也不是一个肤浅的玩爱情游戏，或者是只懂爱的人。你可以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人生价值。你看事情呢，你会用上帝的视角，而且你也是有比较强的安定力量的，不会被情爱所捆绑。也许你在工作或者生活里面是很忙碌的，也可能充满了很多很混乱的一些人事物，但是你是可以冷静下来，你是可以去看别人一眼，然后自己去做清晰明确的判断的。在他心里面，你有比较强的这种平衡感，你有很强的自我认知，你也有清楚的目标性，知道自己适合怎样的未来，适合接触怎样的人事物，但是你不会黑白分明，你也支持一些不同性，只不过有些事情你不会参与，你不反对，但并不代表你会参与。总的来讲呢，他会觉得你是特别清醒的，你也是特别纯净的，你让他有更多的自我觉察力，而且你会有更大的一些未来。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给到他一定的安全感跟安定感，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接触是蛮安心的，没有太多复杂的这种能量。你对他来说不只是吸引，更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指引。你可以多多少少给到他一定的启发，他会看到，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呢，你应该会给他传递很优秀的价值，也应该会让他有更多成熟的这种成长。很妙的讯息。看来他蛮敬佩你的，而且他也非常的欣赏你。但是在未来3个月，他会更多的去接触于你，他希望先跟你做朋友做起。可能他的条件没有你好，可能他在事业上或者是金钱上并不是很稳定，他不敢去大胆的表白追求你，他会觉得现在的你是比他更优秀的，他还不够资格去向你表白，或者是要求你跟他在一起。他觉得他控制不了你，所以在表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犹犹豫豫，他更加偏向于先给你有更多的互动，有更多的聚会，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相处。他会可能通过朋友们一起聚餐朋友们一起玩乐来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可能不敢特别单独的去约会于你。怕自己表现不够好，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这种能力，当然也怕被你拒绝，所以他可能约你的时候呢，都会找很多理由，是这种至少来说是3个朋友以上的这种状态，他就会觉得大家玩开心最重要，想让你先看到他的一些特质，先看到他的一些美好，在你面前他还是有点自卑的。先
保持这种大家在一起很快乐、很有趣的氛围，而不是马上就向你大胆的表白，很严肃的那种表白。先从暧昧发展，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自己还是在你面前有一点胆怯，没有足够的勇敢。两个人感情呢，不可能因为心动就马上以喜欢你的名义去霸占着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会有一点点缺乏这种去争取你的勇气，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把握，当然害怕自己不够好，有可能在未来3个月，他还不会先去冒险直接的挑明，所以在未来3个月，他可能先是想跟你达成那种很好的朋友关系，让你们的缘分更加的有温度，更多的互动。短期内呢，不会太大胆的去计划表白的这种程度。那么宇宙呢，当下给到你一定的建议哦。宇宙提醒你不要轻易的投入一段还没有准备好的情爱关系。可能有人他对你心动了，但是这种生理性的心动也许并不是很稳定，也许他对你还有很强烈的这种新鲜感，或者是把对你的这种崇拜变成了这种喜欢。但如果他没有大胆的去告白的话，那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个人身上，他自己都觉得不够好，没有办法给到你足够好的感情的话呢，那你也大可不必。如果有的人他在感情里面过多的等待，或者是暂停、犹犹豫豫，那这样的人你也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在他身上，反正你不必把自己卡在原地。结束无谓的拖延，把力量放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总之呢，可能未来3个月这个人是喜欢你的，但他也许没有给到你的理想恋人的话，你不要放低自我爱的标准，不要因为别人喜欢而就去动心，或者是放更多的关注度在他的身上。未来3个月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缘分，但是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或者是情感上面的诱惑。但有一些桃花呢是真实的，有一些呢只是短暂的幻想。宇宙要你看清楚，不要被表面的浪漫或者是一时的心动、一时的这种激情、兴奋感而迷惑了。这份爱情可能在短期内不会给到你更多的一些力量，因为对方还不够稳定，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段缘分呢，你是可以看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你是可以看清楚自己的这种价值，自己真正的力量的。其实你是蛮有魅力的。当然，宇宙也希望你看清，爱情不该是消耗，而应该是互相的成长。可能这一个人你是可以给到他力量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给到你很多积极的反馈，让你变得更好。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投入，不要把自己困在被动等待。看清楚选择，分辨什么是真情，什么是幻想，保持自信、柔和的力量。真正的爱呢，会因为你的稳定而来的。你真正的魅力其实在于自我掌控，而不是追逐或者是等待。如果这个人够好，他自然而然就会跟你对接的。而如果他停在原地的话，就代表他不够喜欢，代表他
根本给不了你最好的。所以成熟的爱情不是仅仅因为一时心动就开始的，而是懂得筛选，懂得把真心交给真正合适的人。请你放心，属于你的爱情呢，是不需要你去追逐的，它会在正确的时机，用最好的样子走向你。那么未来这3个月呢，你完全是可以去玩开心的，你完全去可以感受这些过程。但是真正要你奉献、要你爱的话呢，你的标准不低哟。总之，未来3个月还是会玩得蛮开心的。最后，那就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咯。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灵魂家人，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如果用一只动物来形容你的话，近期的你就像是一只小猎犬一样，娇小但是灵动，温柔优雅，带着天生的亲和力。虽然外表是很可爱柔和的，但需要主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行动力的，不会有逃避啊，也不会过多的拖延，也不是犹犹豫豫的状态。实际上呢，自己的能量还是蛮强的，而且很多时候最近自己的直觉啊、第六感啊，都是比较好像很厉害的，常常能感觉得到不对劲的地方。你其实不是那种很随便漂浮的人，其实也是非常有方向感的。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事情呢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目的性，跟你的这种外表状态哦，还是有一定的反差。所以虽小呢，但是很有力量。外表看着好像很轻巧的样子，但是内心是很坚定的，也让你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可以给周围的人更多的一些力量感或者是影响力。近期呢，也在一个好像全新开始，在一个很积极的能量场之中。有的朋友呢，可能有新的工作机会；有的朋友可能有新的金钱入账；有的朋友可能会去新的一些兴趣爱好学习；有的朋友可能去新的一些社交场合。总之，有很多新的一些开始。当然，也有可能会在感情里面有新的一些萌芽。你正在迎接一份带来实质安全感的宇宙给到你的礼物。当下呢，可能在一个脚踏实地的准备期，做事情是很接地气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幻想，所以有一些人事物呢，正在慢慢的落地，正在慢慢的去发芽，慢慢的去发展。近期的你呢，可能也会去回想过去的一些经历，再做一些总结，或者是做一些反省。也可能身边会出现一些旧人回归，或者是过去的事情又重新有连接，又重新摊开的一些情景哦。所以状态里面呢，有一种知道哪一些事情应该结束，哪一些值得重生了。所以最近也是一个觉醒，或者是很决断的一个时刻。另外呢，可能身边也会出现一些必须要去选择的事情。这张牌卡呢，我们看到一个女生蒙着眼睛哦，举着2把剑，那她要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内心里面是有一些矛盾的，是有一些停顿的。可能当下呢，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你还没有完全决定该走哪个方向。在心里面呢，也许是有2个人或者是2条路之间的一种对比。当下呢，还在一个观察期，还在去做一些思考，还没有贸然的去做一些行动，等待更多明确的一些信号。所以可能会出现一些左右为难啊，或者是摇摆不定，要去做一个更适合自己、更好的一个决定。在等待好的时机呢，去做出一些好的决策。
这是你近期的一种状态，有对应到你吗？如果有一部分对应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了。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选择，代表刚才选择上面呢能量没有完全的集中哦。好，那具体呢，我们就来看未来3个月。未来3个月，你的桃花运势蛮好的，感情经历应该算是比较丰富的，会有新的一些桃花出现，帮助你走出一些焦虑啊，或者是给到你一定很好的情绪价值。也可能过去呢，在感情里面有一些担心，可能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在未来3个月会有一定积极的一些转变哦。有可能有时候会因为一些想法、一些状态而失眠，那么在未来3个月，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会更加的健康了，那会睡得更好。另外，在自己的心灵上面也不会想得过于的消极了，也会更加调整到一个更积极，或者是更迎接未来的一个心态哦。所以，负面的情绪会慢慢解除，而这种新的桃花或者是新的能量呢，给你带来更正向的一个转换，会多多少少呢，让你有更多希望。特别是对感情上面的希望。我们这边呢出现了宝剑骑士跟权杖侍从这2张牌卡，那很可能未来这3个月会出现2个人物给到你新的能量。首先，宝剑骑士它是一个很直接、很迅速的能量，这个桃花来得很快。他的行动力也是蛮强的，他可能突然的出现，然后突然的联系你，他很可能喜欢跟你做语言沟通，在对话上面呢，说话或者是这个文字打字上面来拉近你们的距离，他可能属于那种快节奏的追求者，有时候呢，也许会比较冲动，也许会少一些耐心。也许在语言沟通上面，你们2个人是可以很大方、很 open、坦诚的去做沟通的，所以在思想上面多多少少会给到你一定的刺激，但这种刺激呢，也许是热情的，也许会让你更加直白的去展现你自己，愿意讲出更多隐藏在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啊，心里面的一些情绪。那么权杖侍从呢，代表这个人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热情，而且充满好奇心的桃花，也许有一定的冒险感，可能并不是说他的年纪比你轻很多，也许他的心态是比你年轻的，他喜欢不断的尝试探索，他跟你之间有一种新鲜的化学反应，感觉你们2个人是有一定的生理喜欢的，至少对他来说，他对你是生理性的喜欢，他见到你就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激情、兴奋感，小鹿在内心里面乱撞，很心动的能量。而宝剑骑士呢，他是很喜欢跟你说话，很喜欢跟你语言思想交流的，他会觉得给你有说不完的话，或者是你在一些思想上面让他有新的一些启发。所以一个人呢，他是生理性的喜欢，一个人呢是更多因为你的思想，因为精神上面可以达到共鸣去喜欢你的，多多少少呢会有更多的感情正向的发展。那么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圣杯6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带来一种熟悉或者是怀旧的能量。新桃花之中呢，这2个人之中可能有一个人是跟你的过去有关的，也许是你本身就认识的，也许是旧人的回归，也许让你感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们互动之中呢，是有一种温柔的、单纯的、怀旧的，或者是童心未泯的气氛。
这种桃花让你有一种单纯美好，像是初恋般爱情的这种想象。所以未来3个月就会有新桃花，不止一个，至少是2股不同的能量，而且2个人的这种类型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好，继续来看宇宙给到你的讯息。没有错啦，那真的就是会出现这样2个供你挑选的人。未来3个月呢，你自己的磁场魅力也是蛮强的，成为一个约会女王这样的一种状态。会有人看到你积极美好的那一面，你会明显感受到有人追你，有人想要亲近于你，好像就是你坐在这种舞台中央一样，会有不同的人同时把目光投向你，你有那种很强的外放能量，你自己呢也会散发着很强的光芒。其中一个人呢，可能跟过去有关，也许是旧爱回归，也许是错过的缘分，也许是过去的暧昧者再一次的出现，也可能这个人呢，他是跟你的前世或者是曾经的某一世，你们就有这种缘分的接触，一起做过情感课题的，然后在今生再一次的相遇，再一次的去做情感课题，或者是这个人呢，让你想起某段曾经的情感，跟你过去的某一个恋人、某一个缘分暧昧者很相似。你会进入到这种多重选择的情绪里面，不是1对1的直线能量，就是有2个人同时追求你，然后你要去做一定的筛选。其中一个人呢，可能他就属于那种比较绅士或者是很正式的类型。女生的话呢，她可能也是那种很优雅的，是比较传统的，她可能是喜欢穿正装，不是很喜欢穿运动风、休闲风的衣服，也可能她的事业啊、工作啊，她是一定要穿西装、一定要穿正装的。也有可能你在读书的话呢，他可能是要穿校服，所以他会用比较直接明确的方式来追求你，他很可能就是宝剑骑士。这个人他的行动是比较快、比较直接的，他会主动邀约你啊，主动的送东西啊，主动的去表达对你的好感。那么另外一个追求者呢，他可能是比较安静、比较内敛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传统正派，但是呢，他会特别的低调，他属于那种真心、很细腻，不会夸夸其谈的人，他的存在感会低一些，他可能不会很高调的去表白、去追求你，但是他属于那种默默的去观察你，给到你好的情绪价值，然后用安静的方式来陪伴你的。他可能不是那种行动特别快的人，也许他是慢性子，也许他喜欢这种顺其自然、细水长流的情感，他的占有欲呢会稍微的低一些。2个人2种不同的追求方式，也是2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呢，他对你有一种矛盾感，他会觉得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可能你们的想法，可能你们的原生家庭，可能你们的文化，可能你们的专业度，可能你们的年纪等等的，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距离，或者他不知道他能不能配得上你，能不能给到你很稳定你需要的这种爱情。虽然他内心会出现这种矛盾，但是他对你是认真的。他是想跟你进入到那种很正式、很传统的情感关系里面，他会有一段时间观察期，就是在未来3个月，他在接触你会很心动，但他也会去看一下你们两个人适不适合去建立未来。他不想要只跟你发展短暂的这种激情关系，他会把你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他会考虑带你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带你去见他周围的朋友，大家是否会很喜欢你、认可你，你们两个人是不是般配的。其实他对你是很认真的去做深思熟虑的思考，他会直接表达他喜欢你，他对你有好感，他觉得你是一个值得被尊重、正式追求的人，他内心对你有很多的一些敬意，但同时他也会去考虑清楚，不要太过于的冲动，不要太过于的直接。如果你们没有更多未来的可能性的话呢，那还是不要太快的行动。所以目前呢，我们只是看3个月啊，就是你认识到他之后的这3个月，他不会有明确的这种追求行动的计划，可能对于未来方向不够坚定，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还是会做一定时间的这种互动表达。但在接触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没有未来的可能性的话呢，他也会直接的去跟你去讨论清楚的，可能会靠近你，但也可能因为现实的一些事情，如果这份感情不合适的话，他也会去做筛选嘛，不会因为心动就去以爱的名义要跟你在一起，要去做互相的消耗，而是即使很喜欢你，但是不合适的话，也是会放手的，会去祝福你的。所以这份感情呢，可能不会出现就是目前看不会出现特别积极的一个结果，也许会因为不合适而渐行渐远的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来挑选，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去跟你建立未来，而你去做一个坚定的决定，告诉对方你们不合适，即使他再喜欢你，你也会觉得彼此放手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权杖侍从这边的话呢，会更加的顺利，你会更加的满意一些，你可能会挑选权杖侍从，跟他有更多的一些互动，更多积极方向的发展。在他眼里面，你是一个特别 peace、很平和、很安定的人，你可以给到他很好的情绪价值。他靠近你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内心是被疗愈的。他对这段关系是蛮有耐心的，他属于那种慢慢的观察，然后慢慢的投其所好，慢慢的去跟你接触，会
也会给到这种大气的、宽容的、真心的爱。他是觉得爱情是需要时间去培养的，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着急的去行动，不要着急的马上有一个结果。所以很可能他给到你的这种温柔，会让你也觉得很舒服。他会觉得你就是他的理想恋人，他也会给到你一种安心依靠的力量。你们在一起的这种情绪呢，可能会更加的平淡一些，但是却很自在，却是很安心的。你跟这个宝剑骑士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激情，更多的一些兴奋感，但是这种感觉也许是比较短暂的。无论如何，权杖侍从他对你是真诚深情的，他也对你是忠诚的，充满着信任感，但他不会一开始就大胆的表白，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可能表达对你的这种欣赏啊、肯定啊、喜欢。他可能不会着急把这种喜欢说出口，他也可能不是一个很擅长去追求别人或者是告白的人，可能他会稍微显得比较单纯啊，或者是笨笨的。但是呢，在对的时机，他应该会给到你承诺，给到你这种安定感。未来3个月可能不会直接的表白，但是他确实有给到你更稳定的情感可能性。我们这边还出现了这种权杖4这张牌卡哦，代表着我们的权杖侍从，他可能会给到你这种幸福的能量。应该你周围的朋友啊，都对他是蛮认可的。你可能也会带他去进入到自己的社交圈里面，跟自己的朋友啊一起玩，然后周围的人呢，应该也会觉得这个人的人品不错。短期之内，这2个人都不会给你很确定的告白，但是权杖侍从更有长期的潜力。宝剑骑士呢，可能只是短暂的激情。另外，权杖侍从他如果表白的话呢，他就会带着一种你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对的人的真心。他绝对不是一个很随意告白的人，但是他会让你感觉到你是被他珍视的，你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的表白可能不是华丽的，但是很真实、很热情，让你感受到被他呵护、被他深深渴望的那种心。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更加的稳定吧？这种安全感是满满的，很有可能你会选择他。好，那么宇宙呢，会最后给到你一些关于感情的指引，可能未来3个月你的桃花运势是特别的好，但是在选择恋人，在做一些筛选的时候，不要被短暂的激情、兴奋感所迷惑了，还是要看重这段感情能不能跟你一起搭建未来。真正适合的爱情呢，它是可以互相的协作，是可以彼此的支持的。有的人表面看着好像非常的稳定，好像很勇敢，但可能
他是爱自己更多，他可能是控制欲强，他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你长久的这种稳定承诺。有的人可能当下他的事业不好，他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他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潜力股，未来呢他是可以发达的，未来呢他是可以很好的，最主要是他的人品是比较好。有的人他也许当下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但并不代表他的人品条件很好。所以亲爱的，宇宙告诉你，千万不要被这些外在条件啊、样子啊或者是激情所诱惑了。真正的恋人并不是掌控你的人，而是跟你并肩同行的人。所以选这个人的人格品德是非常重要的。总的来讲呢，未来3个月还是桃花朵朵开，你自己也会显示这种很丰盛的幸福能量。选择真正合拍的人，去建立美好的情感关系吧。在选择之前呢，可以多去接触一下，可以多去互动一下，也要理智的做一个分辨哦。远离那些只想掌控、表面强势但没有办法给到持久稳定真心的人。这段时间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冲击，遇到一些选择，但宇宙希望你保持清醒，分辨谁能真正的陪你长久，谁只是昙花一现呢？所以不要被这种一时的兴奋感所蒙蔽啦，好吗？成年人不只是心动，更多的是要去做筛选。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哟，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